穿越到洪荒峰神亮结成了截教弟子。别人修炼无数岁月都不一定达到混元大罗金仙境界，他既然一天就修成了混元无极大罗金仙，连大道都为其喝彩。大道轰鸣之声响彻洪荒，更有异象显现，洪荒时期的神魔虚影不断出现。检测到宿主几何贝套尼猴子增幅系统正在绑定，请稍等。绑定成功。果然5年了，穿越者的标配终于还是来了。我现在可还只是地仙巅峰啊！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套你猴子，你有什么功能？几何贝套尼猴子增幅系统将为宿主提供几何倍增幅，无论修炼功法还是修炼神通和顿悟等，都可以进行几何倍增幅。这么牛，那我岂不是狗猪发育一下就可以无敌洪荒了？很快，林天便运转上轻功法开始修炼了起来。这才多久我就突破了，这可比其他人的神级修炼系统强太多了，赶紧继续修炼。半天时间都没到，横跨了一个大境界，达到了真仙境界，这说出去谁信啊？哟呵，师弟，我说怎么不见你出来？原来还在闭关修炼啊？突破天仙了吗？我说怎么听着阴阳怪气的？原来是你这个叛徒！系统隐藏一下真实修为。我倒是谁呢？原来是长耳师兄，怪不得我左眼皮一直跳。切，你这是突破天仙了？侥幸突破，纯属侥幸，不像长耳大人，你早就是金仙境界的大佬。我长耳乃是教主座下随侍7贤之一，今天看你表现不错，有什么修炼问题，我可以帮你解惑一番。不用劳烦长耳师兄了，不过我刚刚突破，还需巩固境界，就不招待师兄了。那你好生修炼，师兄期待你突破金仙的时刻。长耳这叛徒，以后看你怎么死，还是赶快加紧修炼吧，其余的现在都不重要。林天在套以后几何倍增幅系统增幅下，已达到了太乙金仙巅峰境界，即将突破大罗金仙。大罗金仙，给我突破！如今以我混沌神魔跟脚，看看能否超过天道之下花开九品的极限，来吧！天道之下，九为气，能花开9品的也就数几位天道圣人。然而在套以后几何倍增幅下，还没有停下。第12朵花盛开，已经超越天道，一道巨瞳在天空出现，这是天道检测到了异术的存在，准备消灭异术。不过有套拟猴系统遮掩了天机，天道之眼并没有发现林天。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天道之眼都出来了？难不成是出现了什么异术？天道之眼居然显现了，到底是什么人？连天道都害怕其成长起来，公然就要出手灭杀。最终林天停在了花开36品，这已经是超越天道甚至大道了。终于完了，这花开36品的动静也太大了，居然天道都出动了。这次要不是系统遮住了天机，恐怕我就凉了，还是要赶快提升修为。如今天道已经感受到了威胁，为师推演了很久也是没有推演出来什么，现在亮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即使我即将合道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老师，这天道之眼异常强大，还请老师出手。如今我西方不少门人弟子都死在了天道之眼的无差别攻击下了，可怜我西方本就地脉破碎，先天有缺，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了啊！是啊，老师，救救孩子们吧！你们不必惊慌，为师与天道联系一番。这混元金仙之境也相当于准圣了，紫霄宫3000红尘客基本也就是这个境界。现在几何倍套拟猴系统已经是易经的倍数单位了，最起码得突破到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后现世才有自保能力。如此浓厚的祥瑞之气，竟然有人成圣了。可如今圣人已满，此人必是走的混元大罗金仙之道。变数啊！看来封神榜还是要尽早签下才行。于是红军立刻与6圣商议签订封神榜之事。老子、女娲、西方2圣皆已同意，只有通天暂时不同意。套拟猴系统，你不是已经遮掩天机了吗？怎么彩色云朵都显现了？
天机已经遮掩了，这是大道感应到有人突破混元大罗金仙而降下的祥瑞。林天并不知洪荒之中因为没有鸿蒙紫气而多了一尊圣人引起的轰动，还在继续利用系统修炼提升修为。混元大罗金仙问道9种，到了混元大罗金仙境界，便可一念生灭诸天寰宇一切世界，掌道法则，明悟道之本源，通悉万事万物，见过去未来。这就是混元无极大罗金仙的力量吗？我感觉随手一击便能毁灭整个洪荒大地，当真是恐怖如斯。花开36品的混元无极大罗金仙，有趣，有趣啊！竟然有如此惊艳的天才，这也是洪荒大陆的福气啊！突破后，神识查看洪荒也太轻松了。幽冥血海冥河居然也在学习女娲造人功的成圣，有意思。不过六圣都不在自家待着，跑哪去了呢？只可能在紫霄宫一封神之事了吧？也只有紫霄宫目前能够屏蔽我的探查了。通天，这封神榜可是大事，不是你说不签就不签的，这次你必须签。如今异术出现，不容拖延了。通天，老师说的对，封神一事可事关重大，也属于功德事件呢。封神仪式也是为了更好的度过亮劫，毕竟亮劫一出，我们作为圣人也都不是绝对安全，而老师的亮劫受我们把控。通天，你可要想清楚了。此时的三清已经分家多年，元始自然不会给三弟友好脸色。通天道友，你就签下封神榜吧，再晚的话亮劫就脱离控制了，此事便听老师的吧。通天并没有理会众圣人，女娲自然也是在一旁默不出声，因为她一个弟子都没有，自然与她没有任何关系。通天，你怎么不说话？这次你不签也要签，不然就不要怪为师不给你留情面了。阿弥陀佛，通天，难道你要违抗师命，违抗亮劫不成？你弟子那么多，你不签，那谁的弟子上封神榜啊？不签的话，我们师兄二人自然也不会给你留情面的。准提，你丫的西方贷款圣人哪来那么多屁话？如果是你们二人，我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师弟，一起上，给他点颜色看看。七宝妙术，先12品功德金莲，剑来！一重天的境界差距就犹如鸿沟，如今就稍微教训你们一番。这封神榜一事是因对我截教太不公平，否则我早就签了。通天，你确定要如此吗？看红军老师这架势，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既然事已至此，无便签了这封神榜吧。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林天并没有阻止，毕竟有如今的自己在，对付红军和天道武圣不过就跟玩一样。金红军道所以主持签下封神榜，梁杰的劫难将至，三教共同签订封神榜，只要是封神榜榜上有名的都有杀劫，需要下山应劫。敢问老师，封神榜一共有多少个名额？需要如何度过呢？此番封神乃是红军老师主持签订，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亮劫，并为天庭执掌者昊天师弟增加人手。上榜之人接受大神鞭控制，听从昊天的命令。榜上周天正神共有365位，加上其余大大小小的神位，不下于万人之数。教主，这岂不是大部分都要靠我截教来应劫封神？不错，这次亮劫的封神榜，我截教人最多，才是这次亮劫的主要应劫之人。既然这样，老师为什么还要签订这封神榜？不签不就好了，便可以脱离亮劫置身事外。为师从巫妖亮劫之后就开始拖延反对封神榜，事到如今，红军道祖与其余5位圣人已经坐不住了，不签订的话，我截教上下都会直接上榜，因此还与西方2圣大打出手，现在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说句不好听的，即便是这样，师尊你也可以反抗到底，毕竟这是靠我截教的命来填榜。嫦娥，你在干什么？若不是师尊收你为弟子传你功法，你就是他人眼中师生软化之辈，还敢违背师尊号令。对呀，师尊若是有办法，自然不会签，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嫦儿，你竟然敢质疑师尊？嫦儿啊，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干嘛用的，装答辩的吗？林天怎么回事？居然有混元大罗金仙境界，难不成是遇到了什么奇遇？多宝勿当林天留下，其余弟子出去吧。而等亮劫来临之前，不要下山了，潜心修炼，提升实力，备战封神榜。自今日起，林天便是我截教副教主。我若不在金鳌岛，便有副教主主持一切。
我这有诛仙4剑、清平剑、6魂幡、紫电锤、吞天召几件极品先天灵宝，你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你？就算是为师恭贺你挣到混元的奖励吧。这林天师弟怎么成副教主了？就他那天先修，唯我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他，也不知道教主怎么想的。师尊这清平剑用得着吗？不用的话，我就笑纳了。臭小子，拿去吧！为师现在基本用不着这些法宝，也就只有对圣人出手的时候才会用法宝。有诛仙4剑够用了，不知封神一事你有什么看法？放心吧，师尊，有我照看截教弟子，你就不用操心了。不过长尔那厮已经有了谋反之心，还请师尊交给弟子来处理。通天自然也知道长尔的不满，毕竟金鳌岛作为自己的道场，神识自然是可以探查到的。是，你看着处理就行。托，副教主，你怎么来了？奇怪，上次一别他只有天仙修为，如今为什么有种被巨山压着喘不过气的感觉？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长耳师兄，看来我当上副教主，你不是很赞同啊？是又如何？以你天仙修为，有何资格坐上副教主之位？今日就让我长耳撕掉你的伪装！本来还想留你一些时日，看你会不会回头，看来是没必要了。圣人威压，这怎么可能？灭！收拾完叛徒之后，林天秒回到住处炼化了清平剑48层先天剑质，后又炼化了一遍上清功法，便突破到了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中期。穿越过来洪荒还有很多没有摸清楚的事情，现在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在洪荒也已经够用了。先去一趟首阳山老子圣人那边取回人族至宝空洞印吧，顺便再去一下火云洞见一下三皇。这首阳山灵气浓郁程度超出金鳌岛许多，玄黄之气更是漂浮其中，这老子还真是会挑地方。太清老子，速速出来见我，否则我便踏平了你是首阳山！否则我便踏平了你是首阳山！这是何人？竟然有着混元大罗金仙境界的修为气息，难不成是前些日子天道之眼显现时出现的异兽吗？道友来我首阳山，不知所为何事？老子，你身为人族之师，以人族立教，用人族气运成圣，却没有反馈给人族。人族在这洪荒大地这么多年过得如此艰难，你却没有帮过人族一次。当你还是已然独占了人族3成气运，你不配拥有人族至宝空瞳印。今日来只为取回，交出空瞳印，否则死！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让我死！阴阳八卦镇压。很好，听说天道不灭，圣人便不会死。刚好拿师尊给的清平剑用你开刀，剑来！果然，只用混元大罗6重天的修为是无法一招秒杀拥有天地玄黄玲珑宝塔的太清老子。居然只用一剑便把我的天地玄黄玲珑宝塔击裂，要知道我这可是以防御著称的法宝啊！交出空瞳印，否则死！我本与你并无仇恨，奈何我出生于人族，这次暂且不杀你。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若不是吾等被囚禁在此，我人族何至于如此被欺压？卑鄙的天道与红军，见不得我人道复苏，竟凭借天道复苏早实力强，直接镇压人道，不然吾等也可以成就人道圣人。可恶的是，还限制了以后的人皇不得修炼，这是要断我人族之根啊！这火云洞专门为三皇五帝设置的禁制，除了天道6圣与红军的气息之外，居然还有天道的气息。看着气息，至少也是天道境，后期才能破开。可如今我只有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中期，看来得用套你猴几何倍系统突破一下才行了。
卑鄙的天道与红军见不得我人道复苏，仅凭借天道复苏早实力强，直接镇压人道，不然吾等也可以成就人道圣人。哎，若不是吾等被囚禁在此，我人族何至于如此被欺压？有人来了，应该又是圣人派来的弟子，查看阵法有没有削弱吧。洞口之人究竟是谁？竟然影响到火云洞之内都有如此波动。如今上清功法在几何被套拟后系统的增幅下，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倍数。修炼一遍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但需要的灵气太多，否则甚至可以再突破一下。何人在我火云洞前鬼鬼祟祟？晚辈乃人族林天，见过燧人氏、神农氏、伏羲人皇。原来是我人族之人，还以为又是6圣派弟子前来检查火云洞禁制的。不过能穿越混沌乱流找到火云洞，足以证明修为已经达到了准圣以上。不错，不错啊！晚辈前来是为了想让几位前辈出来，如今人族还需要你们坐镇啊。能出去外面早就出去了，可现在火云洞已被天道6圣设下了禁制，想出去谈何容易啊！晚辈们出来吧，禁制我已经抹除掉了，以后的洪荒该有我人族一席之地了。禁制真的没有啊，大家赶紧出去！多谢前辈解救我等。晚辈担当不起啊！虽然洪荒打者为师，但还是按照我人族来称呼便好。若是没有几位，我都不会出声。你们对人族的贡献，谁也无法比拟啊！好，既然如此，那就依你所说。还请几位前辈坐镇人族。封神亮劫还有500年就开始了，这次亮劫圣人会出手。为了稳妥一些，这是空洞翼、九转金丹与离地焰火旗和龙凤琴，是我从太星老子手中拿的利息。毕竟不能让他白白享受了这些年的人族气。居然可以在老子圣人那边夺回空瞳印，还算了利息。看来我们这次算是抱上大腿了。有了空瞳印，我们便可以调动6层人族气运，有了气运加持，也可以抵挡住圣人的攻击，便是圣人也不敢随意对我们出手了。离开火云洞后，林天便直接前往了地道之中，寻找后土。晚辈林天拜见，还请后土娘娘出来一见。洪荒天地何时有修炼出了一位混元大罗金仙了？晚辈侥幸修炼到混元大罗金仙，不足挂齿。晚辈结教副教主林天。有事便进来说吧。若是这都是侥幸，那洪荒也不会只有寥寥数人达到这个境界了。副教主来此所为何事？晚辈想联合娘娘共同对抗天道与红军。虽说我可以直接出手镇压红军，但是如果出手了，必将会破坏洪荒天道，到时候引得大道一来就麻烦了。你这后辈倒是挺有意思，难不成你是想反抗红军、反抗天道不成？你身为截教之人，通天教主又是红军一方的人，地道果位也尽数被红军徒弟所瓜分，如何对抗呢？圣人皆都不是红军的对手，何况是你？如今封神亮劫将至，这封神亮劫专门是让我截教门人牺牲，由此来保护人教和阐教，让西方教捡便宜。老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通天教主是我们这边的人。至于凭什么与红军对抗吗？后土娘娘，现在不知以我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巅峰之境的修为，能否与红军和天道相对抗呢？当然了，前辈，这样我们就有与天道对抗的资本了，可以一步一步谋划地道与人道复苏了。若是红军以身合道成功，将天道补全，我与天道就得五五开了。可现如今，天道已经察觉到了红军想要窃取天道本源，导致迟迟没有彻底合道成功，所以有我在做事，可以大胆一点。既然如此，我也可以着手布置一番了。镇元子的地书那边就由我出面解决吧。从今以后，我地府与人族只可以交好，不可以交恶，违者自。与此同时，三皇五帝回到商汤后，商汤的气运金龙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强盛。敢问道友是谁？为何来我这小小的武装关？此人修为竟然让我琢磨不透。洪荒大地除了圣人以及现有的准圣强者之外，应该没有我不知道的准圣人物才对。
别紧张，我乃截教副教主林天，此次前来也是准备向镇元子道友讨一些人参果。人参果嘛，那可不行，就算是通天教主亲自前来也不给。之前从我这里坑走了不少人参果，这次说什么也不给。你或许可以再说一句试试。万事好商量，这次来此也是送你一份大机缘，不会白白要你的人参果。机缘？我这人参果只有我武装关才能长得出这果，3000年一开花，3000亿结果，再过3000年才能成熟，足足需要1万年才可以吃。闻一闻便能多活360岁，吃一个能多活47000年。你拿什么机缘跟我来交换呢？不会又是跟通天教主一样拿了几只烤乳猪给我吧？那如果这个机缘是成圣呢？笑话，还成圣？这个成圣机缘，就算是红军和天道6圣都不敢许诺于我，何况是你？是吗？我操！镇元子瞬间感觉一阵大恐怖气息和威压扑面而来，周围一滴殊不知的结界瞬间裂开。天道？难道你是天道？不用这般表情看着我，我许诺你成圣机缘，你大可放心，绝对没有错，且比天道圣人更加强大。敢问前辈，可如今不是唯有鸿蒙子气了吗？如何成圣呢？不是天道圣人，而是地道圣人。你的地书便是地道之宝，而你也是人参果树与地书加上甲木之气共同孕育出来的。你仔细想想，若不是地书，你怎么可能调动洪荒的地脉，又何谈绑定洪荒地脉，而使得天道和6位天道圣人对你如此忌惮呢？原来如此，怪不得地书如此特殊，可也没有听说过地道之事啊。大道本就设定洪荒由天道、地道、人道3方共同管理，没想到天道复苏早就有了私心，便让红军以身合道，增强自身，压制地道与人道。地道现在已经复苏，如今后土娘娘便是地道代言人，如同红军一般。若是你以地书镇压地道气运，便可以补全地道空缺，增强地道，地道也可以出现9位地道圣人，你必有一个圣人果位。前辈，你不是天道化身吗？我有说过我是天道化身吗？我只是修为略高一点，也就和天道的境界差不多罢了。前辈许我圣人果位，我现在信了。那不知前辈需要我做点什么吗？我不需要你过多做什么，只要在封神亮劫来临之时，你以地书镇压地道气运就行。其余的，你只需要去地府与后土，也就是现在的平行娘娘商议即可。多谢前辈赐予机缘，我这就去前往地府找后土娘娘。人参果树的果随便摘，不用客气。此时的碧游宫中，老子圣人带着弟子玄都前来闹事，因为就在坤日前，临天巨王守阳山之时对玄都做了手脚，修为越修炼越下降，所以老子怀疑是通天报复封神榜之时对玄都下手。四圣群误我师尊，真以为我截教无人了是吗？斩圣剑！太清老，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知道你很强，但是你现在若敢对我徒儿出手，我也必然不会手下留情。通天，封神亮劫，只有对你截教不公，必然是你通天暗中使坏，让我徒儿修为到位，还敢狡辩？为何是我？我通天身正不怕影子斜，说不是我做的就不是我做的。其余几位圣人也出来吧，不要躲在背后鬼鬼祟祟。通天，此次封神榜让尔等那些披毛戴角之辈的截教弟子是他们的福气。你不仅不识抬举对大兄的徒弟作此等恶事，如今还怪罪到我的身上。我可是你二兄，怪我看错了你啊！老子，你一来金鳌岛就冤枉我师尊，只会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强词夺理。你作为天道圣人还要不要脸？陪我落下！冲洗！还有你元始天尊，你作为3清之一，不分黑白的偏袒老子，一点不听我师尊解释，你也是个不要脸之辈。你是何人，竟然敢搞偷袭？盘古幡。此人到底是谁？气息为何如此熟悉，就是想不起来了。披毛戴角之辈竟然搞偷袭，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何本事。9天罡风。元始，你
竟敢对我门人弟子动手，那就不要怪我护犊子了。诛仙剑阵起！诛仙剑阵嘛，通天这次看来是来真的了。大哥，帮我九天玄唱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以剑引之。诸天庆云，给我挡住！圣人四重天后期的元始，在片刻便败给了圣人四重天中期的通天。即便有盘古幡这一主攻法的先天至宝，和诸天庆云这一主防御的先天至宝，也不过是多成了一回。大哥，还得是你的塔，否则这一击我估计要重伤。诛仙剑阵非四圣不可破阵，接引准提，你们两个想干嘛？还不出来帮忙？大哥，西方那两个带款圣人心眼多得很，他会帮我们一起破阵吗？会的，我已经与接引准提传音许诺了一些好处，他二人会助我二人破通天这诛仙剑阵。师弟开始干活了。诛仙剑阵虽然强，但是集四圣之力方可破之。我可忍通天很久了，盘他！七宝妙术，先！接引宝状，给我阵！虽然诛仙四剑配合诛仙阵图的诛仙剑阵厉害，可在对面有4位圣人的情况下，恐怕也是坚持不了多久。毕竟还有老子这位圣人5重天中期在，还是要想办法。诛仙剑阵中四圣利用法宝激励破阵，很快诛仙剑阵便有了松动，即将快被破解之势。凌天终于出手了。四圣群殴我师尊，真以为我截教无人了是吗？斩圣剑！这怎么可能？只用一剑就斩灭了接引肉身，这可是圣人呢！师兄，怎么会这样？竟然还有如此强大之人，一招便把接引圣人灭杀，实在是太恐怖了。刚还看到通天即将落败，没想到半路来了个反转，接引道人直接死了。是你吗？也是，除了你，别人也没有这么强大的修为。何况身为教主的通天马上落败，这时候出手绝对是你了。天道复活接引吧！红军斩灭接引肉身之人很不简单，在他身上就算是我也不能够探查到很有用的信息，你可知道怎么做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打了一个盹，接引怎么被斩杀了？就算是大哥以你5重天中期修为，也不可能一击斩杀接引。此子到底是何方神圣？此子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想不起来。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师兄啊，我要为你报仇，法天象地！罚你个头，我一剑斩你足矣。2弟一起上，道生1，1生2，2生3，一气化3经。太极脉阴阳八卦，镇压。大哥，你没事吧？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新人赶来呢，就要有被斩杀的准备。清平剑，我有一剑可斩尽世间一切圣，斩圣剑灭杀。2弟拜殿防御，天地玄黄玲珑宝塔。盘古幡，诸天庆云。我这徒弟这么凶猛的，老子和元始居然在他手下撑不过3回合。林天，你的修为又有突破了吗？4位圣人在你手中，居然这么不堪的被你斩灭。
师尊，侥幸突破罢了。此战师尊无需担心，我只需要略微出手，便是这洪荒大帝的极限。不愧是我的好徒儿，你现在的实力是什么境界？为何为师无法感受到你的修为境界？侥幸突破了不少境界，只能说目前在洪荒大帝之中，已经没有威胁到你徒儿我的东西了。好，我截教看来是要崛起了呀。此时洪荒大帝的所有生灵都震惊了，究竟是什么情况？连续有4位圣人陨落，天降血雨根本没有停过，天空中也有阵阵轰鸣之声。这是谁施展的剑法？如此勇猛，一招斩杀了老子、元始天尊，皆银河转梯4位圣人。自古以来，从没有圣人陨落之事发生，洪荒难道要变天了吗？如今计划才刚开始，人道还没有复苏，没想到你这么大胆的斩杀4位圣人，这岂不是惹怒红军与天道？不过以你的修为，确实不需要担心天道与红军。怎么回事？居然连元始和老子都被斩！天道，先把他们都复活吧！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圣人都能轻松斩灭。不出意外，红军稍等就会赶过来查看情况。毕竟这一次老子、元始、准提、接引都死了，红军必然会来的。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通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需要给为师一个解释。道祖，这老子不分青红皂白，便带着玄都来我煎熬岛找事，说我暗中出手将玄都的修为后退。元始紧随其后来到煎熬岛，就辱骂我截教弟子，想要将我截教弟子灭了。然后我们便与他们一战，途中西方2圣也加入进来了，可惜他们实力都不咋地，不小心就凉了。通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需要给为师一个解释。老师，通天一直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看到现在诛仙剑阵都还等着你来。元始，你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道祖，你是要为他们4个出头是吗？诛仙剑阵！通天，你好大的胆子，敢对老师出手！无妨，且让他说说。好啊，那我就说说，这老子不分青红皂白，便带着玄都来我煎熬岛找事，说我暗中出手将玄都的修为后退。元始紧随其后来到煎熬岛，就辱骂我截教弟子，想要将我截教弟子灭了。然后我们便与他们一战，途中西方2圣也加入进来了，可惜他们实力都不咋地，不小心就凉了。我知道此事，这确实不是你做的，我都做不到让生灵修炼后退，更何况是你，那又会是谁呢？是我。老师，就是他，快出手灭了他！哼！这怎么可能？居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元始！难道此人修为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小境界，已经是天道境中期不成？恕责而敢，居然在我面前还如此嚣张，受诛吧！天道之力，助我斩灭眼前宵小之辈！区天道境界，后期也想与我匹敌，不知道你能坚持多久呢？空间转移，混沌剑，来吧，红军，在这混沌之中，让我好好陪你玩玩。哼，天道之力，助我！调动天道之力，就这点实力吗？红军，那就没意思了。造化玉蝶，演化3000大道，争。洪荒大帝何时出现这么厉害的人了？看情况还是洪荒本土生灵人族。人族出世不过几个亮节的时间，怎么会如此强大？竟然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天道境巅峰的修为境界。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看来有一个好的法宝还是很重要的。师尊的清平剑虽然是至宝，但是相比红军的造化玉蝶却是差了不少。既然如此，
不行，不能如此下去，继续打下去，就算有天道之力加持，也绝对会输，弄不好会被斩杀于此。要想办法离开这混沌之地，退回洪荒。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想趁机退回洪荒。不过我劝你放弃吧，你回不去，我也不会杀你。要杀你的话，就算你有造化玉蝶，我刚才也可以将你斩杀。其实要不是老子和元始他们来我金鳌岛找我师尊麻烦，我也不会出手。不过既然来了，我们不妨合作一番。合作？如何合作？我帮助你执掌天道，你帮助我截教回人族，你自己心里清楚。若是不争夺天道权柄，最后你就会彻底成为天道的傀儡，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红军一脸震惊，震惊的是林天竟然知道自己的意图。毕竟这只是二人第一次见面，自己就已经被林天看得清清楚楚，仿佛在李宇面前如同光着身子一般。那不知道前辈如何帮我执掌天道权柄呢？你现在感受一下天道本源和天道此时的权柄，然后调动天道本源复活元始，接引俩人之后再感受一下。虽然不明显，但是天道权柄确确实实的少了一些。天道掌握的7成天道权柄，在复活元始接引之后已经不足7成，虽然还没有掉到6成，不过也快了。如何？复活天道圣人之后感受到了什么？前辈，随着用天道本源复活天道圣人，天道执掌的权柄就少了，虽然不多，但确实如此。不知前辈是如何知晓这其中益处的？想学啊，我教你啊。随着天道本源的消耗，天道所执掌的权柄会减少。虽然修养过来之后，天道可以重新执掌这些失去的天道权柄，但是你以身合道后也会有天道权柄，所以你可以在这期间将天道流失的这些权柄炼化，这样你就可以拥有这些权柄。即使天道恢复过来，也不可能从你身上强行夺走，明白了吗，红军？那不知道前辈说的合作是需要我做些什么？你只需要牵制住天道即可，到时你自然明白。不过亮劫之事到时候阐教才是封神亮劫的主力，其余的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就可以了。好，我必然会做到。前辈，不知人族这边是否要照料一番？这个我自有打算，你还是尽早回去炼化天道丢失的天道权柄吧，不然等他恢复过来再想炼化就不可能了。好的，前辈，我这就回去。我倒是忘记了，空间进步先。师尊，这事已经完了，咱们也回去吧。此时的通天教主正在震惊于林天的实力和刚才林天与红军道祖的对话，没听到林天此时对自己说的话。通天教主也没有想到红军道祖以身合道是这么大的阴谋，本以为红军以身合道是补全天道，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谋划天道。林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道祖他为什么要窃取洪荒天道？没事，窃取又如何？天道掌控也好，红军道祖掌控也罢，不过是帮助管理洪荒罢了。不过大道本就是设定洪荒由天道、地道、人道共同管理洪荒世界，天道不过是苏醒的早恋，想打压地道和人道，自己独占洪荒罢了。地道，我从老师那里听说过，这人道。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即使红军道祖掌握了天道，也有人道与地道制衡，父神的洪荒大地也不会被红军道祖窃取。大兄，西方道友你们也来了，不过那小小的截教弟子怎么敢的？怎么敢在红军老师眼下对我们出手呢？老子和戒影看向袁氏，眼神仿佛在说傻逼，一招就可以在老师眼前将我等秒杀，还小小的截教弟子，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地位，都比老师还高了，你还在这传起来了？你是蠢还是假蠢？大哥，老师，你看着。闭嘴！此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另外，老子袁氏，再有下次胡搅蛮缠之事，我亲手喂给你们允圣丹。现在能咋办呢？打又打不过，合作是双赢的局面，还可以帮助自己掌控天道，何乐而不为？不过就是要天道6圣多死几次的，准确的来说是老子、元始和西方2圣4位天道圣人多死几次，我就可以彻底掌控天道权柄，又不能操之过急被天道所发现，还得从长计议。可是老师，通天的，都回去吧，好好着手准备一番封神仪式。镇元子拜访平心娘娘，还请娘娘一见。镇元子大仙，敢问你来地府所为何事？请广王让他进来吧。
此时来是林天前辈让我前来，说地书是地道至宝，可增强娘娘与地道的实力。好，地书乃是你的半生灵宝，地道圣人必有你一席之地。等到封神亮节来临之际，你以地书凝聚，镇压地道气运，地道便可以有9位地道圣人了。明白了，娘娘。这也没什么事情了，天道这边有红军牵制着，地道也有后土和镇元子，人道也安排好了，就等封神亮节来临之际，三皇五帝用崆峒印罢免女娲扶苏人道了。怪不得周围数十万里内的灵气与法则如此稀薄，本以为是亮节节气所影响，没想到是汇集到了此处。此人到底是谁？修为竟然比圣人还要恐怖，睡个觉，周围所有的灵气就被全部吸收过来了。要是蹭他没睡醒，在旁边参悟一番，如果能突破，那岂不血赚？这大佬睡觉每一次呼噜都有浓郁的法则喷涌而出，这比我自己修炼强千万倍不止啊！他难道比红军道祖还厉害不成？不管了，赶紧吸收。这是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我的行为惹怒了前辈不成？一个喷嚏下来，我感觉我差点直接爆体而亡了，还好没有直面喷嚏。刚才是什么东西飞出去了？不过好像是我打哈欠喷走的。晚辈孔宣见过前辈，晚辈看前辈身边聚满浓厚的灵气和法则气息，所以擅自在前辈身边修行，还请不要怪罪。没事，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罢了，而且这也算是属于你的机缘。再说了，刚才睡醒时差点打喷嚏将你杀了，还好只是波及到了一点，没酿成大错。多谢前辈，晚辈斗胆问一句，不知晚辈可否可以跟随前辈修炼？这孔宣按照本来的故事线是受过商朝的恩情，随后接任纣王期间的总兵。孔宣本就是上古洪荒时期生于天地之间的第一只孔雀，名称木系关红孔雀，母亲是上古神鸟凤凰。在凤凰涅槃后，孔宣代替母亲承担起保护成汤江山的职责，镇商朝的最后到防线，在金鸡岭大战中施展5次神光这个无物不刷的本命神通，燃灯都不是对手，最后却被西方极乐世界准提圣人降服，收起来当个跟班也不错。可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弟子，我教导你修炼，我这里没那么多繁琐的道道，一切从简。弟子孔宣拜见师尊。起来吧，既然你已经是我徒弟，为师是截教副教主，你也算是截教弟子，通天教主也算是你的师公。我传授你上清功法，你可修行此法。我这上清功法不同于通天教主的功法，可无任何阻碍，便可以与你继承修行的功法融合。林雨盘膝坐下，运转上清功法传授孔宣。孔宣瞪大双眼，他清晰地看到，随着林天运转功法的同时，周围的大道道运、天道运、大道法则，天穹中所有的灵气疯狂地涌入林天的体内，仿佛不是林天在修炼吸收天地灵气，而是天地灵气和大道法则自己进入林天师尊的体内，从而帮助林天修行。师尊的修行功法竟然如此强大，不仅可以自己修炼，还可以反哺这边天地，使这片天地更加坚固。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本来就是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巅峰，这一运转推演的上清功法，差一点就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境界了，还是晚一点再突破吧。如果是突破了洪荒天道，肯定会排斥我。虽然洪荒的天道排斥不出去我，甚至我可以将它抹除，但是会让洪荒天道唤醒大道过来就难办了。师尊，您指导我的运转路线，您看我运转的是否正确？不错不错，无图孔宣有大帝之姿啊。师尊，不知如何突破达到圣人境界，弟子修行如此多年，始终感受不到成圣的机会，难道没有鸿蒙紫气无法突破到圣人境界吗？不错，只要走红军说的道路，走三师正道，必然不可能突破圣人。何况天道圣人本就是天道指定，其余生灵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准圣巅峰。突破天道圣人是不会再有机会，除了圣人之道就是混元之道。圣人一道只能守在洪荒世界，维持洪荒世界运转；混元一道可以遨游其余大千世界与顶级世界，修为也不会有瓶颈。只要法则领悟到位了，就可以突破。弟子孔宣恳请师尊传授我混元之道。你本身就有5次神光这个神通，修炼5行法则更加符合你。这个丹药可以帮助你修行，其中包括5行法则和灵气，足够你修行突破到混元大罗金仙。以后你就自己参悟法则，毕竟混元一到后面最好是自己参悟的法则。我孔宣自废准圣巅峰修为，以上清功法修混元之道，直击混元大罗。混元大罗金仙，给我突破！
图孔宣有大帝之姿啊！居然又有人突破混元大罗金仙！我操！原来是有这位香主孔宣才突破混元大罗金仙，打不过也惹不起，我还是老实的炼化天道本源吧。大哥，这是有人突破混元大罗金仙境界了，可不是没有这种功法，到底是如何修炼的呢？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定是之前杀我等的截教之人搞出来的阵仗，不然天道也不允许出现混元大罗金仙，因为这相当于是一个大变数，不会天道也认怂了吧？这是时隔多少元会终于有人成圣了，原来并不是我们突破不了，还是因为不够努力，还得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若不是你，地道依旧会被天道压制得死死的。如今只要时机一到，便可以镇压地道气运，从而强盛起来。果然，你是最大的变数，没有你，我地道也不会有强盛的机会。师傅，我突破混元大罗金仙境界了。如今修行的路才刚开始，后面还有很远，你需要自行感悟法则才是。按照原本的洪荒剧本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西方那2个贷款的应该差不多开始对地心下迷药，让其亵渎女娲宫、女娲娘娘的雕像了。大王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这地心果然是中了邪术，让我玩一玩你这西方贷款圣人。这天道复活我之后，也不把我的伤势给治好了，我这250年恢复还没恢复过来，现在感觉脖子还凉凉的，比来之前还凉。拿剑来，我要在女娲娘娘雕像面前吟诗一首。那就先从凤鸾宝仗景飞场，尽是泥金巧佯装这句开始刻画吧。我操！老臣商容貌似觐见，这女娲娘娘乃是吾等人族的创造神，更是人族的母亲，远古的圣人，多年来一直庇护着朝歌。如今大王在女娲像上写下如此淫秽之事，这是在亵渎女娲娘娘，还请大王写下罪，以照向女娲娘娘表明歉意，不然吾等大伤威仪啊！大王。准提啊，在我面前还想乱来，真相必知呢！空间封锁，禁过。怎么回事？我怎么走不了了？难道我暗中出手被天道发现后对我的不满吗？还是说这是大伤气运所做的？这是发生了何事？本皇刚才为何突然神识不清，并且还想刻下如此淫秽的诗句？大王必然是妖邪在作祟，想要陷害大王。刚刚臣看到有一道红光瞬间落到您的身上，然后您便突然想要刻下这首诗词。没想到在我大商还有敢陷害本皇的，怕是有圣人暗中出手，不然以自己人皇尊位，加上商朝气运，除了圣人之外，不可能会有人成功。随后凌天看向还在疯狂尝试出去的准提，传音通知三皇五帝过来，准备好好与准提说到陷害地心之事。林天兄弟，不知这事发生了何事？林天与三皇五帝先前各自推脱称呼，林天觉得三皇五帝是人族无上存在，想要称呼其为前辈；三皇却认为洪荒史立为尊，想称呼林天为前辈。最终商议却是以兄弟相称。这不是准提这小子暗中出手，想让地心在女娲像刻下一首吟诗，这不是被我逮到了吗？先前被我斩了之后，修为尚且还没有恢复，就敢出来搞事情。看到哥的实力了吗？你行吗？没想到在我大商还有敢陷害本皇的，怕是有圣人暗中出手，不然以自己人皇尊位，加上商朝气运，除了圣人之外，不可能会有人成功。会是谁呢？准提，你是何用意？为何暗中施法操控地心提示污蔑我？你想死不成？女娲圣人，你误会了，我不过是感到此地有宝物，与我有缘前来查看罢了，其余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好，你个准提，敢做不敢当是吗？你施法控制地心之时，我便在场。你猜猜你现在为什么被禁锢走不了？原来是你！如果不是你禁锢了我周边的空间，我早就离去了。快放我离开！七宝妙术！哼！别白费力气了。你如果能破开我的禁锢，那我这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就修炼到狗身上去了。更何况你现在虚的一批，孔宣虽说刚突破，但是也够拿捏你了。
这准提圣人为何现在看起来那么弱呢？肉身被斩灭的损害，没想到这么大。女娲，这事情终归属于我人族之事，我人族先与准提这小人算算账，之后你二人的恩怨再想办法解决吧。女娲看着眼前的林天，却也不敢顶嘴。毕竟女娲可是知道之前林天在混沌之中秒杀老子元始、准提祭引4人的事，女娲自然也知道面前这位前辈实力高超，连红军道祖都不是对手，何况是自己。好，既然如此，前辈您先来，我不着急。孔宣，趁这个机会，你与带款准提一战，不仅可以展示实力，更是可以熟悉新的混元境界，莫要让为师失望。师傅，弟子必定全力以赴，不负您的期望，一定不会给您丢脸。空间转移，混沌剑。打就打后怕后，孔宣，你不过刚突破混元大罗金仙，真以为能打得过我吗？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天道圣人。我孔宣生于混沌，长于天地，何时怕过区区天道？何况是你这个天道圣人，五色神光，护体。哼！这不可能，你才混元大罗金仙一重天，怎么可能这么强？七宝妙术，看看是你的五色神光能刷，还是我的七宝妙术能刷？准提，在这混沌之中，没有天道源源不断的灵力补充，再加上你现在修为并没有恢复，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五色神光灭杀。在不断的消耗下，准提没有天道源源不断的灵力补充，在混沌世界中灵气用了就没了，根本没办法补充，最后被孔宣直接击杀。不错，出手干净利落。说到这，靠你猴增幅系统只给我增幅的能力，却忽视了多给我点神通功法，我还得一个个去学，太麻烦了。我的战斗方式太过单调，一击秒杀虽强，却少了些许趣味。不过算了，能秒杀为啥还要耗费时间去你一招我一招的？这种事情还是让孔宣他们去做吧。什么？准提师弟你，我必为你复仇。孔宣，你等着我。原来这位是杀神的弟子，阿弥陀佛。师弟，你的遭遇其实也是命运的安排。师兄，我就不去打扰你了，相信天道会给予你重生的机会。不错不错，没丢为师的脸面。都是师尊教的好，这准提也太弱了。女娲，既然误会一解，一直都是准提在暗中作祟，这下可放心了。大道在上，今有盘古是后土，感慨洪荒之广袤，众生轮回之迷茫，故怀揣大愿，欲用地书镇压地道气运，重塑地道，以庇护洪荒生灵，使其安享太平。大道见之。神能氏、燧人氏、伏羲，你们也准备吧。一会你们帮助地心执掌空洞翼，让他在地道复苏之后复苏人道。孔宣，你也跟随他们去帮忙吧。为师还有事。好的，师尊。前辈，你这是要复苏人道吗？本宫知道前辈很强大，甚至比红军道祖还强，但道祖背后有天道支持，还请前辈三思啊。女娲，这事就用不着你操心了，我自会处理。后土娘娘，我此次前来也是封神亮劫正式开始，你们也可以镇压地道气运，复苏地道，如此一来，人道随之也可以复苏了。前辈所言极是，但不知前辈是否有把握战胜那执掌天道的红军？毕竟若是镇压地道气运，天道与红军必然会来阻止。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你只需要进行就行了。有前辈这句话，后土就放心了。那便请镇元子出手镇压地道气运，复苏地道吧。镇元子，此刻正是复苏地道的最佳时机，开始你的表演吧。大道在上，今有盘古是后土，感慨洪荒之广袤，众生轮回之迷茫，故怀揣大愿，欲用地书镇压地道气运，重塑地道，以庇护洪荒生灵，使其安享太平。大道见之。话语刚落，天际骤然浮现一只闪烁着紫色雷电的巨大眼睛，正是天道之眼。
此后怒火中烧，欲对后土降下严惩。红军，速速前往阻止地道复苏。如若复苏，必然会摆脱我们的压制。变数啊变数，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有那位存在去了，简直就是送人头。我还是继续偷偷炼化你的本源吧。天道看到红军这副狗不理的模样，话也不多说，直接利用天道权力强行进入红军道祖体内。随即红军道祖便来到了复苏之地，不过双眼之中没有一丝的感情。林雨看到天道附身的红军，刚想挥手将他镇压，突然感到一阵波动，随即在旁边当吃瓜群众。就在此时，另一只更为巨大的深红色眼睛迅速凝聚成型，体型较之天道之眼竟大数倍之多。天道与红军尚未反应过来，身灰巨眼猛然射出一道混沌神雷，直击天道之眼。天道之眼瞬间消散于无形。地道重塑，必有洪荒太平。转烂。补全后的地道似乎焕发出新的生机，充满无尽的力量。而此时大道功德降下，其中7成落在了后头身上，1成落在了镇元子身上，2成散落在地府之中。补全地道之后，给我带来的好处是真多呀！地道的反哺让我的实力随之提升，达到了圣人9重天巅峰，已经赶上红军几个亮节的修行了呀！真侥幸。今日我镇元子，成就地道圣人，地道减之。天道，你个傻缺，你这是送人头去吗？差点就灰飞烟灭了。还好大道之眼只是警告而已。不过这下地道复苏，后土突破到了圣人9重天的巅峰，恐怕在地道的加持之下，可以达到地道巅峰。这不完犊子了吗？本想着还需要与天道打一场，没想到大道之眼出现，帮助地道复苏，这倒也说得过去。毕竟一开始大道就是规定由天道、地道、人道3道共同管理洪荒。后土娘娘，如今地府已经彻底复苏，接下来人道复苏的时候，还请娘娘与地道出手相助。前辈请放心，我后土绝不会让你们失望。虽然人道与地道不同，地道只不过是被天道所打压，而人道至今没有苏醒。即便是用崆峒印镇压人道气运复苏过来，也远远不会和地道一样直接强大到与天道抗衡。不过我会相助人道的。那就多谢娘娘了，我还有事情就不打扰了。大道，哼，要不是老子想在洪荒大地好好玩玩，早就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甚至更高了，还怕你个雕！大道在上，我地心自愈及以来深感我人族之脆弱，为了培养人族，我舍弃了商朝的繁重税赋，倾全国之力以教化众生。天道酬勤，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在万物，君子应厚德载物。愿我人族皆能如龙般腾飞。现以人道之宝崆峒印镇压气运，复苏人道，天地为证，大道见之。地心的话语影响，一种不同于天道之力与地道之力可以复苏过来，正是人族的人道之力。这种力量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仿佛是洪荒世界中的一股新生力量。苍穹中人灰色大道之眼随之出现，人道复苏转。大道功德从天而降，其中4成轻轻地降落在皇宫与洪荒人族之上。3皇5帝的周身气运环绕，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而另外的1成似乎有着特别的眷顾，飘向旁边的吃瓜群众连天。地心也仅仅只获得了1成气运，其中的2成飘向首阳山8景宫的太清老子，丽人交降落2成，另外的2成则落在33重天的女娲宫女娲身上。没想到我成立人教，竟然还有此等好事，白白得到如此多的大道功德。这大道功德可是比天道功德有用的多呀！本来被杀2次不好的心情也没了，这2成大道功德可以让自己更进一步，更不要说身上的伤势了。女娲也是惊喜不已，没想到自己为了正道成圣创造的人族，竟然还可以为自己带来大道功德，她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地心，把本该属于人族的东西都拿回来吧，他们都不配拥有。是啊。人道在上，老子作为创立人教之人，依托人族气运所成圣，然而却并没有对人族帮助过一丝一毫，仅仅是将人族作为他的正圣工具。今日废除人教，摆脱人教这个在我们人族身上的吸血虫，收回老子手中的气运，人道见之。废除太清老子人教教主之位，转烂。这怎么可能？我的境界在急速下降。
没想到老子没了人，叫这个正圣之机竟然没有跌落圣位，还有天道圣人2重天的修为，这天道也知道护犊子了。人道的复苏三皇的果位也随之转变，从天道回归人道，成为人道圣人。以他们准圣巅峰和准圣后期的修为，注定将在不久的将来突破至人道圣人。面对如此局势，天道与红军肯定会采取行动。再复习神能是，虽然是成圣之前，是天道与红军出手的最佳时机，你会怎么选呢？天道。地道复苏也就算了，就连人道也要复苏，这让我以后怎么混？不行，坚决不行！在混沌之中，我借用天道之力，或许只有天道境后期不是你的对手。如果在洪荒之中借用天道之力，我便可以发挥天道境巅峰的修为。凌天，真以为我怕你不成？人道在上，从今天开始，我人族从此不再尊女娲为圣母。女娲以我人族正圣，人族已经偿还女娲的恩情。大商子民不得祭祀女娲，从今日开始，大商子民遵从祖训，以先祖人皇为荣。所以以后一律不得祭祀神明，从而改成祭祀人族先辈。人道见之。这天道和红军终究忍不住要出手了吗？就在这时，天道6位圣人的身影随之出现，红军在前，老子、元始、女娲、准提、接引在后面，通天教主落在最后面，显然来的不愿意。若不是红军以大法力将他袭来，通天肯定是不愿意前来。凌天，果真跟你猜的一样，天道与红军肯定无法接受人道复苏，成长到与他们相抗衡的地步。后头，此事你地道也想参与不成？哼，为何我地道不能参与？大道规定，洪荒世界由天道、地道、人道共同管理洪荒。你此时与天道打压人道，不怕大道对你们惩罚吗？何况之前天道打压地道与人道的事情，大道没惩罚你们，真以为你们无视了？哼，既如此，那就是没得谈了。天道之力，助我！人道在上，从今天开始，我人族从此不再尊女娲为圣母。女娲以我人族正圣，人族已经偿还女娲的恩情。大商子民不得祭祀女娲，从今日开始，大商子民遵从祖训，以先祖人皇为荣。所以以后一律不得祭祀神明，从而改成祭祀人族先辈。人道见之。凌天，你快让地心住手！人族我创造的，为何要废除我人族圣母之位置？若没有我人族都不会出事，凭什么废除我？就是凌天，你身为人族，应该知道尊重师承和道统。女娲圣母乃是你人族的创造者，你竟敢指使地心废除女娲的圣母之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哼，女娲，你身为人族圣母，人族在这洪荒大地这么多年过得如此艰难，你却没有帮过人族一次。纵然你稍微帮助一下人族，我人族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你什么都没干，但你还是独占了人族几成气运，你不配当人族圣母。哼，凌天还说帮助我执掌天道，转眼间你便跑去帮助地道复苏也就算了，现在你还要帮助人道复苏，你竟然敢这样算计我，真以为你的实力无敌了吗？在洪荒世界，我的实力达到了天道巅峰，我可不怕你，可敢与我一战？红军，既然你们都想要插手此事，那便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吧。凌天，不知可否让我来对付红军？也好，你们之间也是时候该清算了。红军，现在该我来跟你清算清算你打压地道与封禁我在地府中的账了，敢不敢跟我去混沌之中一战？既然你如此执着，我就让你知道本道祖的厉害。哼，元始啊，红军已经离开了，你刚才不是很能叫吗？现在再叫一个试试。此时红军有天道智力加深，后土也有得道智力加深，双方在混沌的修为此时是一样的。天道后期与地道后期，后头地道被天道已经压制了坤个元会，虽然现在复苏了，但天道底蕴也不是地道能够抗衡的。天之怒，审判。地道轮回，压脉带。好啊，红军，上来就放大是吗？地道之力。哼。
任天，我劝你快点放了我打，不然等老师收拾完后土之后回来有你好看。林天没有理会袁氏如同便秘一样的表情。弟子林天拜见师尊。好，不愧是我的好徒弟，果然厉害。徒儿啊，为师也是不想过来的，可是我身为天道圣人，受天道指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那师尊可曾想过脱离天道的控制，不要这天道圣人之位，可走混元一道，或者我给你安排地道圣人之位，绝对比现在好。只要师尊你可以下定决心舍弃这天道圣人之位和这一身天道圣人修为，我可以帮你抹除天道印记，助老师证到会员。林天，既然如此，那徒儿便请出手吧，只需一次，我便能重获自由。我也承诺从此放弃圣人之位，不再受天道控制。通天，你疯了不成？天道让你成为圣人已是莫大的恩赐，你怎能妄自菲薄，自斩圣位？通天，你傻，放弃你那所谓的道心吧，顺从这天道，将你的道发挥到极致，岂不更好？吴通天的道不需要顺应天道，天道不过是窃取吾等盘古后裔身上的大道功德对我们的算计罢了。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道路，顺应天道只是一种最差方式。通天今日自斩天道圣人果位，以鸿蒙子气偿还道祖红军传道因果，自此俩不相欠，大道见之。太好了，师尊，你成功了！这枚丹药蕴含着从大罗金仙巅峰修炼至混元大罗金仙五重天的灵气与剑道法则，邪教需要你的庇护。这直达混元大罗五重天的修为，这才这么硬吗？师尊，这丹药是我自己炼制的，并不珍贵，你赶快炼化吧。你有修炼的感悟，现在只不过是补充灵气与法则罢了。你在骗3岁小孩吗？一颗丹药就能直接突破混元大罗金仙五重天，怕不是在痴人说梦？师尊不必理会他，三皇五帝等人在皇宫下炼化，吸收大道降下的功德。师尊你也下去皇宫处炼化这丹药吧。好，为师这就去炼化。按照这个进度来看，过不了多久，三皇五帝便可以证人到圣人了。到时人族在洪荒的生存就更加稳固了。眼下还是先看天道红军和地道后土在混沌之中战况如何吧。地道之力，轮回望月，四国矣。地道之力果真能与天道之力相抗衡，有意思。红军速速返回洪荒，通天已经自斩天道圣人果位，有变数。后头今日一战，我们就算不分胜负吧，在这洪荒之外的混沌世界无法补充，继续打下去也不过是平手。天道的秩序不容置疑，我奉劝你一句，不要试图挑战这些秩序，那样你会失去一切的。只要你不去阻止人道发展和人族三皇五帝成圣，你想走我便不会阻止你，不然我只能奉陪到底了。而你与天道算计地道与囚禁我于地府的账还没有算清楚。后土你误会了，我并不想与你在洪荒之外的混沌世界中继续打下去。我的目的在于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都能在这世间得到解脱。而你在这之前，不妨想想我所说的如何摆脱天道或者地道的束缚，从而寻找突破天道境界的道路。何况之前我不过是天道的代言人，说得好听是代言人，说得不好听就是听话的下人。我做的这些事情也不过是听从天道的指使，我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我已经找到了超脱之法，不知你意下如何？既然你已有超脱的办法，为何不自己寻求解脱，反而要跟我说起？我虽然与你同是代言人，但我地道与你天道可不一样。解脱之事非一跃而就，我知晓摆脱天道、地道束缚的路径的探寻天道或者地道的权柄。只要炼化全部的权柄，那么天道就相当于是我自己的，而不属于洪荒大地。在此之上，借助天道超脱。如今我已经炼化接近40%的天道权柄，天道对我的威胁也逐渐减少。说的倒是好听，那剩下的60%呢？你如何打算？自然是继续寻找方法，逐步炼化。但在这混沌世界中，我们的实力相当胜负难分，与其继续消耗心力，不如寻求共同超脱之道。红军自然是知道如何炼化天道权柄，
这些事情作为老狐狸的红军自然不会和后土娘娘说，现在只不过是稳住对方，毕竟在混沌世界打架也是平手，目的也不过是拖延时间，聊天也是可以拖延时间。虽说你有几分道理，但是你现在别想从我手中全身而退。果然还是天皇伏羲给力，不愧是天皇，吸收大道功德，还有人族气运相助，突破圣人境界都是小儿科了。看样子突破还不止一重天境界。吾乃天皇伏羲，今日以大道功德正道成圣，必有人族太平，人道见之。吾乃帝皇神农氏，今日以大道功德正道成圣，必佑苍生，人道见之。吾乃岁皇岁人氏，今日以大道功德正道成圣，必佑洪荒太平，保人族复兴，人道见之。不愧是三皇，这么快就要证人到圣人了，看突破的样子还不止一重天境界，居然还在持续突破，有意思。随着三皇继续消耗大道功德，境界开始再次攀升，从人道圣人一重天到人道圣人4重天，每一重的跨越都让旁边虚弱的天道武士惊讶。终于在大道功德即将耗尽之际，伏羲成功突破到人道圣人5重天初期的境界，虽人是与神农氏也达到了4重天之境。这怎么可能？我修炼了几个量劫的时间，修为才天道圣人5重天初期。这伏羲不过是一个人族，竟然成为人道圣人，就达到了与我相同的境界。打死原始，我也不会相信的。大哥，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呗，干嘛带上我啊？不错，要不是天道压制人道时间太长，三皇也不会如此厚积薄发，直接突破到人道圣人4重天和5重天的境界。多谢林天小兄弟，若不是你把我们从火云洞救出，又帮助人道复苏，恐怕我们再过无数坤元会都一样没有机会达到如此境界。无妨，突破人道圣人主要还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我只是做了我身为人族该做的事。你们刚突破到人道圣人，又是4重天、5重天，中间跨度太大了，还是先好好熟练一下力量与法则吧。三皇听到林天的忠告，不再耽搁，立刻开始巩固自己的境界。随后，林天便看向后面的通天教主。师尊虽然自斩了天道圣人果位，但是之前的境界感悟还在，突破到混元大罗金仙应该还是很容易的。此时没了天道禁止影响地心的神智，地心已经恢复了过来，不再是历史上残暴不堪的昏君了。各位臣子们，今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我人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太多的磨难和屈辱，但今天我能够见证这一伟大的复兴，我深感无比荣幸。这不仅是对我们过去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从今天开始，我们必将人族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混元大罗金仙5重天之境的感觉真好啊，没有束缚的感觉。林天，你真是我的福星啊！若不是你帮我抹除了在天道上的印记，我恐怕难以踏足这混元大罗金仙之境。而且，若非你赠予我那枚丹药，我恐怕也无法如此迅速的突破至5重天境界。你的恩情，师尊我记在心里。若有任何所求或是需要帮助，尽管向我提，哪怕卖身我都会帮你。师尊言重了，我仅是抽了一枚丹药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您自身的努力与悟性，修炼本就是逆天之行，能助师尊一臂之力，我倍感荣幸。师尊，你先去稳固境界吧，后土和红军的混沌之战还未结束，我先在这看着天道武圣，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好。后头，即便现在地道复苏，但是天道复苏时间远比地道要长得多，你还是放弃吧。红军，我虽然受伤，但你也好不到哪去，说的好像你赢了一样。想离开混沌，就先过我这关再说吧。你酷！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杨梅道友，不知你来我洪荒附近做什么？红军道友，你还是如此的多疑啊！红军，老道我得以在混沌之中以空间法则证得混元之道，实属侥幸啊！杨梅道友，你竟然也成道了，不知你来我洪荒附近做什么？
他现在的修为境界，居然跟我借用天道之力后的境界差不多，这怎么可能？红军道友，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如此的多疑。看你现在的境界也是天道境后期，能否跟你论道一番呢？吾已正道混元成就大罗金仙之位，更是获得洪荒天道的认可，因此在这洪荒天地间，我亦是天地圣人。杨梅道友，你既已在混沌之中正道，又为何涉足这洪荒纷争呢？红军道友，我本无意插手洪荒之争，此次约战实则是为了了结你我之间的因果。居然是混沌魔神杨梅大仙，红军会如何应对呢？了结因果，吾与道友有结下什么因果吗？当年你邀请我与阴阳、乾坤3位老祖共伐魔祖罗侯，结果阴阳、乾坤双双陨落，我重伤逃离混沌。但后来我发现你竟与天道勾结，这因果你说结不结？若是不结你我之间的因果，我在混元一道也是到了尽头，无法继续突破，所以我不远万里前来就是为了这件事。那不知杨梅道友要如何了结呢？这个简单。那就是跟我打一架。这要是真动起手来，可就危险了。后土还在这里，要是中途后土偷袭于，那我肯定就得凉了。这红军诡计多端，不会又在想些什么手段吧？感觉到异样的后土马上传给林天，告诉林天杨梅道人的到来和杨梅道人的实力。毕竟若是红军和杨梅演戏，最后合作将自己镇压，自己绝对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无妨，他们二人绝对会打起来，这个错不了。即便是他们二人合作对付你，也不用怕，我会出手。杨梅，在我们的这场因果中，你或许认为你是受害者，但你可曾想过，你也是这一切的参与者？而且你的行为导致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后果。我今天要让你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包括我们的命运和生死。杨梅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似乎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说，但很快杨梅道人便恢复了平静。红军道友，你总是这样看待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在此一战，让这场因果彻底的结吧。杨梅，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吧！天道之力，凝。天道之力加持后，你就这点实力吗？红军，看来这些坤元会你都太过于依赖天道了，使你自己的境界一直停滞不前。不行不行，还得演得更像一点才行，稍微受伤一下也不是不行。我就不信了，接招吧杨梅道友，造化玉蝶，演化3000大道，镇压。空间切割。多谢杨梅道友手下留情，今日是我败了。红军道友，我并非有意伤害你，只是想要看看你的实力究竟如何。红军，你这小心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故意败给杨梅，从而了结因果，让我来揭穿你这老登。红军，这次我不会留手的，你最好不要一不小心就陨落了。我操！造化玉蝶，演化3000大道，屏障壁垒。何人竟敢偷袭于我？红军道友，刚才的剑光不是普通的剑光，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并非你那个受伤状态可以抵挡的。你竟然为了结你我因果，故意败给我，你……杨梅道友，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为何还要执着于这等小事呢？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有些事情不能强求，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实力还有提升的空间。斗得2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哼，我明白自己的实力，也明白自己的目标。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我只需要和你战上一场，堂堂正正的打败你，便可以了结你我因果。
这次我不会有主的，你最好不要一不小心就陨落了。林天小兄弟，我们几人感受到有圣人之上的大能正在对战，想来问问你知不知道是谁在战斗？林天小兄弟，刚才看到你用清平剑发出一道恐怖的剑气，不知是攻击何人。佩佩，这不是杨梅前辈与红军道祖为了了结因果正在斗法？我们感受到气息，想过来看看吧。这红军道祖有些不讲道义，明明知道杨梅道友与他有恩怨，特意来的结因果，还故意败给杨梅道友，这不是让人家笑话吗？红军这家伙也就是想速战速决演一下戏法。说实话，即便红军全力施展，也打不过杨梅。你们几个难道不知道这红军道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的实力远不如杨梅前辈吗？毕竟在洪荒世界，红军安稳的时间太多了，修为不长心眼子倒是多了不少。既然你们来了，那我就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红军道祖与杨梅道人之间的战斗虽说有些激烈，但目前为止还是奈何不了对方啊。哼，你这老道真是自不量力。这个杨梅老匹夫果然有点门道，造化玉蝶，演化3000大道，给我镇压！红军，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不是宝物多就一定厉害，而是要看宝物的运用。现在该是了结的时候了。空间之力隔绝。这到底是什么手段？居然轻松把我的攻击化解了！空间之力爆！杨梅道友，是我败了，我认输。辉爷，红军道友，你也是虽败犹荣。今日你虽败在老夫手中，但你的实力老夫也颇为认可。往后若有机会再与你一战，之前的因果就此了结吧。说完，杨梅道人不再理会红军道祖，消失在众人面前。红军道祖内心深处对杨梅道人的实力有了更深的认识。红军知道杨梅道人并非是一个易于对付的对手，他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若是没有天道加持，自己也不过是圣人9重天的境界。那样的话，杨梅道人一只手都能把自己吊打。难道野生河道真的错了吗？可无关众生不自在，补全天道也算是对得起自己了。林天，这是我与红军对战时从混沌世界中找出的至宝，名为混沌珠。当时刚好对战中空间破碎，这混沌珠就暴露出来了。这颗珠子能够让你自由穿梭于混沌世界，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不错的功能。里面还自成一方小世界，对我来说也是无用，对修行混元一道的你还是有些用处的。今日梧桐天与原始，老子不再有任何关系，从此恩断义绝，一切纠葛一笔勾销。从此之后，洪荒世界再无上清通天，只有为天下博取一丝生机的截教教主通天。他们这是要突破了，这样人道就有8位人道圣人了。即便人道自己打不过天道，自保也没问题了。我皇帝，我颛顼，我帝喾，我尧，我舜。今日以大道功德成就人道圣人5位，人道见之。无敌长胜，至此也就意味着人族不再是之前人人宰割的时候了，已经彻底的站了起来，不再惧怕其余的生灵和修行者。哈哈，迟了我们1个星期，他们5人追赶的够快的啊！想当年我从准圣后期到准圣巅峰修行了100万年之多啊！是啊，他们5人确实是修炼的天资出众，能够这么快就达到准圣巅峰，确实让人惊叹。突破圣人便就直接达到了3重天之境。恭喜诸位成功证到人道圣人。多谢凌天兄弟，我等能够成圣也都是因为你的帮忙，我等必然铭记于心。恭贺各位成功证到人道圣人，凌天小兄弟是我们人族的大功臣，你等皆已成圣，此乃我人族大喜事，也象征着洪荒世界即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啊！是啊，自从我们人族诞生以来，历经无数磨难，终于迎来了这一刻。这将是我人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我们向整个洪荒世界展示我们实力和决心的一天。没错，
各位老祖宗，你们是人类的瑰宝，你们的出现让洪荒世界更加美好。你们以大道功德为基石，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引领着洪荒世界的修行者不断前行。你们的努力和奋斗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类的力量和价值。三皇五帝只有准圣修为的时候，都为了人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不惜得罪天道圣人，最后被困在了火云中。如今三皇五帝成为了圣人，林天也相信三皇五帝会带领人族更加的繁荣昌盛。林天，你别欺人太甚，我们可都是圣人，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辱我等？方才混沌之中战斗波动那么大，肯定是红军老师赢了，等老师回来定饶不了你。吼够了吗？红军那老头来了都不敢对我这样说话，谁给你们的勇气？某某如吗？而且红军那老头自身都难保，还想让他替你们出头，痴人说梦。三弟，你作为三清之一，此时不站在我们这边就算了，连救你二位兄长都不救了吗？你们不配当我兄长！你说哪次不是你与老子一同排斥我，连同在紫霄宫签封神榜的时候，还巴不得我截教弟子全部上榜。现在知道还有我这位三弟了是吧？三弟，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强求，何况封神仪式本就是大势所趋，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哼，迫不得已？那你们当时做的事情，你们都不记得了吗？我相信你们现在还在想着怎么对付我。三弟，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强求。封神之战即将开始，我必须尽力保住我阐教弟子的性命，不能让他们因为封神亮节而死在战场上。那我截教弟子呢？难道就要为了你们的利益，我截教弟子就要上榜吗？恐怕当时签订封神榜的时候，你们就是拿我截教的主意，想让我截教弟子替你们的弟子上榜吧？这就是你的兄弟情。三弟莫要胡闹了，你二哥也是尽量的少一些上榜，何况你截教门下都是披毛戴角之徒，他们不上榜，难道还让修行跟脚好的人上榜吗？如果你一意孤行，那么我们之间的情谊将一刀两断，再也不是同道中人，我羞于与你为伍。既然如此，倒不同不相为谋。今日我通天便与你们不再有兄弟之情，以后咱们各自为政，各凭道法。今日吴通天与元始，老子不再有任何关系。从此恩断义绝，一切纠葛一笔勾销。从此之后，洪荒世界再无上清通天，只有为天下博取一丝生机的截教教主通天。随着通天教主斩断三清之间的因果与契约，老子元始也感觉自己的契约消失了30%，这可是快要了元始的命根子。通天的契约从斩断的那一刻彻底，从三清一体之中彻底的剥夺了出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主。通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三清一体的吗？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直接斩断我们之间的三清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兄弟嘛！你真的认为我们是兄弟吗？我告诉你，你们二人但凡对我有兄弟之情，我也不会这样做。我这么做还不是你们二人逼迫的。你们二人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算计我、利用我。你们二人才是兄弟，我不过是外人罢了。通天，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便谅解中见分晓，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做出些什么事情来，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林天，为师就先回金鳌岛，如今截教弟子人心惶惶，回去安抚一下，好面对亮节。师尊，你忙你的就行，我这边没事，区区几位天道圣人蝼蚁无所屌味。不知人道和地道那边怎么样了？既然只剩下淡淡的气息，看来是人道圣人归位了。天道继续阻止也没有什么用了，索性就走了。不过也好，也算是圆满的结束了。去看看混沌之中后土那边咋样了吧。这次留你们一条命，你们几个就好好待在这吧。红军一会或许会来救你们。镇元子道友，你说红军会不会过来解救他们呢？如果过来，我们可抵挡不住啊！林天前辈看来是故意离开的，那混沌一直和后土僵持的红军，就可以趁这机会救走他们几个。我们可不是对手，还是苟住等林天前辈吧。混沌中，红军屡次想离开混沌，前往洪荒帮助天道，都被后土所阻挠。意识到天道已经在跟人道地道的斗争中撤回，自己也没必要跟后土继续在这混沌斗下去了。后土娘娘，您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杨梅道人前2级单挑打败了红军，让我省了不小力气啊。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了。人道已经复苏了，人道圣人皆已归位，现在就没必要拖住红军了。红军，人道已经复苏了，你想阻止人道复苏的计划，看来是泡汤了。你走吧。
凌天，这次算你厉害，被你套路了，下次就不一定了。凌天，就这样让他离开了吗？无妨，这次杨梅道人消耗了不少红军的本源之力，估计红军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只是不知道这次亮劫过后，天道、地道与人道会有什么变化。不过伏羲燧人氏、神农氏以及五帝八人已经全部突破人道圣人之境了，此次也算是圆满成功，还是要多谢后土娘娘帮助。凌天，你不用谢我，其实我也算是在帮自己。毕竟红军与杨梅道人的战斗，让我明白不少战斗经验与感悟，这也是我自成圣以来所欠缺的。你也不必过于担忧，亮劫过后，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变化不会太大。虽然亮劫威力无匹，但其预兆和规律并非无法捉摸。一群没用的东西，真是给天道圣人丢脸。既然都被困在这，啥事情也做不了。老师就我们那老师，林天那家伙的法阵着实厉害，我们的修为完全破不开了。西方2个贷款的都快嗝屁了。孔宣道友，这你看还能拦吗？果然是来了，应该是师尊故意让他救的吧？走吧，拦不了一点。红军解决了无胜后，便回到了紫霄宫，而通天刚到晋熬到碧游宫，多宝等人便马不停把通天围了起来。师尊为何要自斩圣位？您为了突破圣人，可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为什么呢？徒儿们，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为了突破，追求更高的境界。你们可知道，圣人之下皆为蝼蚁，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圣人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我希望能够通过自斩圣位，从而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毕竟圣人之道最高不超过天道，始终受天道的控制与束缚。国宝，你身为截教大弟子，就这点实力吗？实属令我有点失望啊。广成子，你怕是全身就剩下最硬了吧？看看你身上流着的是什么？你毕竟是元始天尊看中的人，本以为你能独当一面，却没想到如此自大，想让我们上封神榜，你还差了一点。少废话，今天我便送你上榜。广成子，你还是太心急了，难怪教主会派我前来这青龙关。尔等披毛戴角之辈，竟然敢杀我阐教弟子！圣人威压！元始天尊，难道只能由你们阐教弟子来杀我们，不准我们杀你们吗？元始，你可是真的不要脸面，竟然欺负晚辈，不知羞耻！哼，封神榜本就该让你们截教这些披毛戴角之辈上榜。来都来了，你们几个有胆识的话，跟我去混沌世界一战，你们可敢一战？通天，当真怕你不成，走就走。也罢，通天，既然如此，就去混沌世界一战，否则打破洪荒世界的因果，你我都承受不住。女娲，你的对手是我，不打败我，你是不可能去对付通天教主的。孔宣，你区混元大罗一重修为如此嚣张，我并不想与你为敌。虽然我伤势还没有恢复，但如果你一定要战，那我也只好奉陪到底。因为截教弟子众多，所以阐教的弟子都是1个打3个，甚至有1个打10多个的情况。不过随着阐教弟子的不断死亡，剩余的阐教弟子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广成子、燃灯、玉鼎真人等人也慢慢的落了下风。元始，当真你们能够胜得了我吗？对付你们根本不需要林天出手。诛仙剑阵起！你这上来就直接开大吗？哪有这样的？不要慌张，诛仙4剑非4胜不可破之。我们现在刚好4个，一起合力破开它。对对对，我们4胜在此，区诛仙剑阵算个屁啊！你们以为诛仙剑阵还是以前的威力吗？那你们就错了。诛仙剑阵斩！赵公明，通天师尊在混沌世界之中与4圣的战斗，固然诛仙剑阵在手，也难免吃力。你携带6魂幡前往混沌与之会合，速速拿下天道4圣。收到，赵公明领命。
教主林天副教主命我携带6魂幡前来助你一臂之力。很好，诛仙剑阵只重伤了他们。本来还想玩一玩，算了，那就用6魂幡把他们全部灭杀吧。通天何时这么强了？在诛仙剑阵的攻击下，就连我的天地玄黄玲珑宝塔都难以抵挡。现在又来一个6魂幡，我们这不是来送人头了吗？通天，你不要太过分。看来如今我阐教弟子已经全部上榜，如了你的心意，难道还要逼迫我们不成？既然你们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通天教主的话让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道人4人都是一怔，他们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强烈杀意，这杀意并非是做样子，而是真正想要杀了他们。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只能拼了。诸位，我去自爆，破开诛仙剑阵和6魂幡，你们去灭了通天。如今他是会员一道，不再是圣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元始，老子，还有那俩西方贷款的，今日在我的诛仙剑阵和6魂幡合力之下，必死无疑。通天，快停手啊！我只是来看戏的，有什么事你找元始就好了呀。是啊，通天圣人，我们只是路过碰到元始了而已，放我们离开吧。啊，对，通天圣人，放我们师兄弟离开吧。我们西方本就贫瘠，肉身被灭的代价我们玩不起呀，不然就要掏空家底了。你们早干嘛去了？青龙关大战，圣人本不该擦手，圣人不入谅解你们的红军老师没有告诉你们吗？通天，你不要太过分了，别以为你现在会员大罗5重天境界很强，确实很强，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大哥，接引准提，我们一起出手。盘古幡、9天罡风、5方神雷，12品功德金莲，找死！6魂幡灭！此时6魂幡早就已经拜好了，元始等4位圣人与姜子牙和西岐武王技法，恐怖的威力就算先天圣人都难以抵挡。通天，你不可以杀我，我可是你二哥啊！对呀，通天，你现在实力强大，就不认我们2位哥哥了吗？哼，现在你们知道兄弟情谊了吗？晚了，诛仙剑阵开！这次能够斩灭他们，跟他们先前受了本源重伤有些许关系。如果全胜状态下，不知道能不能赢。不管了，先回青龙关再说。那边的战斗估计也结束了。此时的通天已然回到了青龙关中，截教弟子完全以碾压的姿态取得了胜利。封神榜上基本都是阐教弟子的名字。师尊，你没受伤吧？那倒没有，他们4圣先前被你一剑一个斩杀过，本源本就受创。面对诛仙剑阵还行，加上6魂幡这样的至宝，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师尊，这6魂幡我用神识探查过，上面留有洪荒天道的印记。若是师尊你还是天道圣人，在洪荒使用这6魂幡，肯定会被洪荒天道察觉。事后我会把天道印记抹除，免除事端。通天居然毫发无损的回来了，不知教主那边发生了何事？如今我阐教大败，门人弟子死伤无数，难及先王，撤退吧。走吧。师尊，陆阳和杜厄真人这些非阐教弟子去帮助阐教的人怎么处置？是否填上封神榜？林天，你觉得这些人如何处置？这些人罪责难逃，填上封神榜也不错。一来封神榜还没有满，刚好填满封神榜；二来他们帮助阐教对付我截教弟子，实在是没有放过的理由。去吧。林天，如今江上已被我6魂幡败死，你可以用封神榜封神位。师尊，申公豹也是飞熊之命，还是让申公豹来封神吧，我可不想管这麻烦事情的。申公豹，过来见我。被突然传唤过来的申公豹正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显然还没弄明白自己现在身处何地。看到通天教主、凌天和赵公明等，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这事打完了，看样子是截教胜利了，哈哈！江上，你拿什么跟我斗？申公豹拜见通天圣人、凌天圣人，
申公豹此人虽然是阐教中人，但一直对抗姜子牙，帮助截教对抗阐教，也是一个可造之才。何况和姜子牙同样是飞熊之命。申公豹，姜子牙如今已死，既然你也是飞熊之命，那封神榜便由你来封。但是你要记住，这次的封神也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申公豹，姜子牙如今已死，既然你也是飞熊之命，那封神榜便由你来封。但是你要记住，这次的封神也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弟子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好好封神，为阐教的弟子们和散修们封神，让他们各安天命。去吧，封神榜和打神鞭就交给你了。记得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弟子，不要因为与阐教的弟子有交情而偏袒。申公豹听后急忙保证，再次向青天教主和林天等人行礼，然后前往封神台。他知道不能偏袒阐教众人，何况本身申公豹对阐教众人不喜欢，自己若不是飞熊之命，恐怕也入不了阐教的门下。即便如此，元始天尊和阐教的弟子也看不起他这个披毛戴角、吃生卵化之辈。师尊，我就先撤了。这个时候，红军应该给元始他们4个复活了，正好去紫霄宫那一趟。我帮你打压元始老贼他们，省得他们不顾脸面出手。你去吧，林天，这里交给我就行。微妙之音皆在外后，老夫申公豹奉命封神，尔等皆封。陆压道人，火内之真，离地之精，三昧之灵，封为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阐教弟子广成子，封为西方巡查使者，次神位西斗星官之首，与南斗对应，专门负责巡查西方世界，守护安宁。玉鼎真人，封为九天应元雷神，次神为雷部正神之一，负责应时应云之雷势。太乙真人，封为九天烈火真君，次神为火部正神之一，专门负责炼丹炼火之事。申公豹严格按照通天教主的要求，对待每一位弟子都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对于阐教的弟子，他尽量给予低一些的待遇；而对于散仙的弟子，他则尽可能的给予公正的对待，慎重其事的展开封神榜，逐一封赐神位。哈哈哈！本以为这次填补封神榜不过是走个形式，来一些小鱼小虾罢了，没想到竟然有广成子等阐教、12金仙，还有陆压等实力高强之人，实在是大出乎意料，赚大发了。是啊，如今你不再是光杆司令了，有了这些门人弟子的助力，想必接下来管理3界，你更有信心了。有道理。果然会哭的孩子吃得饱，红军老师果然待我不薄啊。老师曾说过，洪荒世界的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唯有顺应自然，掌握规律，才能真正成为天地间的强者。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天庭必将变得更加繁荣强大的。这青龙关封神1战都打完了，这孔宣和女娲可真能闹腾啊，居然还在斗法。5色神光。孔宣，虽然我本元受创之下修为远不如之前，那也不是你可以比拟了。洪绣球。好了，停下来吧。师尊既然来了，那我就不用再顾及什么了，底气足足的，必须给这个老女人一个教训。孔宣，停下吧，封神已经结束了，不需要再打了。好的，师尊。如今封神榜已经填满了，申公豹已然代替姜子牙封神了。女娲，你还打吗？女娲也随即愣住，她没有想到封神榜这么快就填满了，这意味着老子元始他们已经失败了。哼，我输了，孔宣。怎么样？此战领悟到什么了吗？师尊，我如今才艺重天修为，就算女娲已被师尊伤及了本源，已是重伤状态，但是有洪绣球这等拥有天道功德且杀伐果断的至宝，根本没有占到半点好处。不必纠结，你的5色神光无误不刷，就是修为比女娲差得多。等你修为境界上来了，随便单刷它。老师，这通天太可恶了，竟然用6魂幡如此卑鄙的法宝将我等斩杀，我们都被斩杀好多次了，还请老师帮我们主持公道啊！
是啊，老师，这6魂幡需要提前日日祭拜，这通天分明就是早就想加害我等4人啊！对，没错啊，老师，我西方本就贫瘠，现在直接被斩成贫困户了。这通天太好了，这样就不需要我自己动手了。这次用天道本源复活老子和元始他们4人，可是比上次用的多。这还多亏你的6魂幡啊，通天，不愧是我的好徒弟，果然可控。元始，你们4人都是为师的心头之宝。通天这次行动虽然过分，但毕竟是你们惹事在先，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他的立场。现在你们打算如何处置？老师，我们明白您的担忧，但我们不能就此忍受。通天此举实在欺人太甚，先前也是我们大意了。我们商量过，决定联合出手，一起对抗通天，捍卫我们的尊严和真理。对，我们不能就此屈服，我们要让通天教主明白，我们4人并非任人欺负。没错。这几个是被打傻了吗？不说通天现在实力比老子都强，何况通天有一个会员无极大罗金仙巅峰修为的徒弟，你们还敢招惹？既然你们要找死，我也不拦着。你们4个人多死几次，天道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快，我就能凌驾于天道之上了。老师，那凌天还请您拖住他，我怕他出手，只有您可以与他对抗。哦，元始，你是在说我吗？我操！凌天，你怎么会在这里？元始小子，我为何不能在这里？而且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似乎你们在讨论如何应对通天，然后拖住我是吧？还真是可笑啊！呵呵，凌天，如今在紫霄宫中，难道你还能对我们动手不成？二弟，你给我闭嘴！你不要再次胡说八道了。凌天，我们并没有想要对付你，也没有联手对抗通天教主的想法，你误会了。你们不过是担心我会出手对付你们，不过你们放心，我若是想你们死，你们早就死了，红军也拦不住。我说的。林天话音刚落，便感到周围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时，红军道祖轻咳一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凌天道友，不要冲动，他们毕竟是我的徒弟，还请给我几分薄面，我可以保证不让他们瞎闹。红军啊，你们处心积虑地对付我截教，最后失败了，还在这颠倒黑白，真够无耻的！你真以为你借助天道之力就有可以与我抗衡的实力吗？凌天，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并没有针对你截教，而且我们也没有联手对抗通天教主的想法，一切不过是谅解罢了。谅解吗？谅解就能成为你们对付我截教的借口吗？你们这些道貌岸然之徒，真亏自己心里过得去。红军把他们打成重伤，丢进混沌世界，是不是感到意外呢？很想他们死吧。红军道祖内心也是非常可惜，若是老子他们再死一次，自己就可以有5成的天道权柄了，就已经可以和天道掰手腕的资格了。放心，我不会杀死他们，但他们也不会轻易陨落，不然岂不是好处都让你得到了？红军道祖内心一震，他明白这是凌天在故意刺激他。哼，你认为这样我就无法得到天道权柄了吗？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你能否比我还强。需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亲自下杀手，必然会受到天道反噬。天道的力量并非你能轻易触及的，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过，如今有一个可以使你突破的方法，还可以增强洪荒世界的本源，想必你应该感兴趣。红军作为一位合道成道的存在，他非常清楚本源的力量对于洪荒世界的重要性。说吧，什么条件？红军果然爽快，也不多，把先天至宝乾坤鼎、先天至宝是神枪和极品先天灵宝乾坤图给我即可。你知道的，我给你的东西价值远比这3件至宝要高。凌天，你这是狮子大开口，我若是不给呢？我这人从不强人所难，你若是不给，我不介意给紫霄宫重新装修一下。红军老儿，交出乾坤鼎，是神枪和乾坤图，否则就给你这紫霄宫好好装修一下。凌天，这里可是紫霄宫，虽然你修为强大，但是未免也太嚣张了吧！造化玉蝶，防御。红军交出来，否则，这怎么可能？天道智力加持下使用造化玉蝶，居然都挡不住他的攻击，要不还是乖乖把法宝给他好了。凌天住手，法宝我给你。
红军道祖，那我就不客气了。在这浩瀚宇宙之中，果然力量才是真理，更高层次的探索与领悟才是最终的归宿。看来的尽快增强洪荒世界本源，这样天道才会增强，我才能从中获益，甚至探索更高的境界。可恶的林天，竟敢如此欺辱我等天道圣人，把我们重伤，还丢去混沌世界的边缘，实在可恶。确实可恶，但是我们打不过他能咋办？不过真没想到，之前在凶兽量劫中消失的兽皇神逆，竟然在混沌世界混得如鱼得水，实力如此强大，还好对我等方才没有恶意，否则回不回得来都难说。啊，对。林天的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不仅展示了比道祖还强大的实力，这林天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混沌边缘有神逆的存在，想借神逆之手杀了我们，太阴险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让林天继续这样下去，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复活几次之后，都感觉有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一样，奇怪得很，不可以再被斩下去了。是的，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让林天发现我们的意图，否则我们可能就又得死一次。此时回到三山关的林天自然不知道老子原始四人在议论什么，没想到这阴谋论都打到自己头上来了。师尊，您来了。孔宣怎么还在这里当总兵？这岂不是荒废你修炼的时间吗？师尊，我已经与帝辛说了辞去总兵职位，准备闭关一段期间，消化最近的战斗所得。等安排的将领来了之后，我便交接兵权去修炼。不知师尊您这次来三山关所谓何事呢？我来这里自然是有些许事情要交代你。孔宣，这三样法宝分别是神枪、乾坤鼎和乾坤图，是两样先天至宝，合建极品先天灵宝，它们蕴含的强大力量，足以让你在修炼的过程中事半功倍。孔宣看着眼前的三样法宝，心中充满了激动。他知道师尊林天总是会为他考虑的非常周到，这三样法宝的实力将是他修炼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多谢师尊。孔宣，这三样法宝虽然强大，但更重要的是你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不断磨砺自己的修为。记住，法宝终究是外物，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六儿，当年在朝歌收你为徒亦是缘分，那乾坤图便给你吧，正好极品先天灵宝你用刚好。多谢师尊。你们去修炼吧。好的，师尊，徒儿这就去修炼。孔宣的法宝也给了，正好去混沌珠之内的世界看一看。混沌珠内居然还有这样的生物，要是放在整个洪荒世界，也算是大能级别了吧。这混沌珠已经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一直变化莫测，行踪不定。若不是后土与红军打斗碰巧发现了，恐怕只有等我突破大道之后寻找才能发现了。看看这混沌珠之内的世界到底如何。这就是混沌珠之内的世界吗？你是何人？居然获得了混沌珠？奇怪，这怪物也没有修行功法，怎么达到准圣如此高的境界的？放在洪荒世界也算是一个大能了。我能进来混沌珠，自然是混沌珠的主人。倒是你，为何会出现在混沌珠之内？前辈住手！我是天荒兽，先前在混沌世界之中遇见仇家，因此阴差阳错的就进到混沌珠之内来了。也不知进来多少个坤年了，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个家伙的体内居然有蕴含着丰富的混沌能量，要是能够将这股力量引导出来，说不定这家伙还能成为混元大罗金仙境界。那时候带他出去溜达溜达，装逼也不错。既然碰上就是缘分，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我的手下，要么死。前辈，不要杀我，我愿意臣服于您，誓死跟随。多谢前辈不杀之恩。你的伤口看来挺严重的，看来你并不是一个普通而无知的生命体。天荒，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变得更强？前辈，我当然想变得更强，可惜没有功法，有的功法还不如我身体强度就算了，还请前辈大佬传我功法。既然你现在愿意臣服于我，我自然不会吝啬功法而不给你，以后你就叫小光了，放轻松。
没想到居然体内混沌能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这股能量如此的庞大，简直就是一个无尽的能量海洋，恐怕是自混沌珠诞生以来便被动的吸收的。林天开始引导着混沌能量冲击天荒兽身体的各个穴位和经脉，随着能量的流动，这股力量逐渐被打通，原本堵塞的穴位和经脉在这一刻变得畅通无阻。那股庞大的混沌能量开始在天荒兽体内转化为上清光滑的气息。没过一会，林天便听着引导将神识从天荒兽身体里收回来。多谢主人赐予我强大的力量，我会誓死效忠主人。随后，林天在天荒兽的指引下，找到了东皇太一留下的混沌钟和一株先天灵根黄钟灵。而此时的红军正在把其余陌生的把小千世界和大千世界融入洪荒世界之中。就是现在，给我融！与此同时，洪荒世界深处，天道、地道、人道的气息聚集于此。此时也没有针锋相对的氛围，仿佛在一起无声的交流。仅仅一瞬间的时间，天道、地道、人道的气息便消失在此地。只见天穹之上落下一大团大道功德，仿佛是在庆祝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奇怪，为何突然有大道功德的出现？自从盘古父神开天以来，从未听说过有大道功德的出现。难不成是林天先前所说的红军会融合大小千世界，从而增强洪荒世界本源的办法已经融合成功了吗？看来这一段时间拼命的创造阿修罗一族，学习女娲造人功德成圣已经行不通了。地道复苏后，现在大道功德又突然出现，圣人之位肯定又有空缺了，不然如何说明之前短短几百年时间出现11位圣人的气息？赶紧去找一下后土娘娘，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圣人之位吧。后土娘娘，明何求见？进来吧。后土娘娘，请您原谅冥河无知，我曾试图创造阿修罗一族来求得正道，能填补圣人之位，然而未能如愿。如今大道功德的出现，让我意识到或许这条路并不适合我，我特地前来向您求教，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引，让我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冥河，你无需道歉，你的努力和创新我全都看在眼里，你并没有错。不过你在意的太片面了，只要是增强地道的方法，圣人自然有你的位置。什么情况？混沌珠，你已经是混沌至宝级别了，现在既然又要突破晋升，那岂不是达到了红龙灵宝的层次？是的，主人，我感觉有无尽的混沌之力，故此准备突破，多谢主人的帮助。既然要晋升了，那你就在此地晋升吧。林天的话音落下，混沌珠缓缓散发出强大的气息，其中包含着无尽的混沌之力。林天感到自己的神识被混沌珠所吸引，仿佛要被其中的力量所吞噬，吓得林天赶忙将自己的神识收回来。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混沌珠之中的气息越发明亮，其中蕴含的混沌之力愈发强大。什么？混沌珠居然散发出了这么强大的气息，这好像是无尽的混沌之力。看来我不得不先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了。林天，你真的要强行突破到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境界吗？天道红军，若是你来阻止我，我随时可以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之境。我也不想突破，但是真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突破这一境界。林天，你别误会，我不是来阻止你的，相反，我倒是希望你能成功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但是刚才混沌珠释放的气息实在太过强大，即便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共同掩护，也撑不了多久了。你是说天道、地道、人道现在正在合力掩护混沌珠的突破吗？是的，虽然我和后土已经尽力，但那个气息仍然太过强大，我们可能会失败。而此时天道、地道、人道有感出手，所以现在还在掩护之中。那如果不遮掩会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拖住那个气息，不能让它突破混沌珠的防护。虽然天道、地道、人道的三重道运叠加起来能够形成一定的阻挡效果，但那个气息太过强大，我们可能会失败。而且我从天道之中感觉到，若不是天道、地道、人道出手，他有所顾虑，怕误伤，恐怕早就抹杀混沌珠了。这绝逼是大道出手了！好家伙，就这么怕动摇你的地位吗？反哺也够你好好吃饱的了吧？他不是没有感情吗？为何因为混沌珠突破红龙灵宝这件事而出手？难道他感受到了混沌珠的重要性，或者他意识到了什么？
它也并非是因为混沌珠的突破，而是混沌珠所代表的秩序和规则实在太过强大。它身为天地间最强大的存在，它不能允许任何事物打破现有的秩序和规则，哪怕是微小的波动也不允许。明天你也不用太过忧虑，虽然它意欲阻止，但只要混沌珠晋升鸿蒙灵宝，以混沌珠的潜力，想必躲过大道的察觉还是轻而易举的。林天心中略定，他明白现在没有更好的时机了，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即便是大道出手干扰混沌珠，自己也足以应对。林天开始默默地运转自己的上清功法，主动加速修炼。初夜，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为何混沌灵气会如此疯狂涌去那个方向，打破了混沌时间的平静？只见下方一名如同猿猴一般的妖兽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他。这名妖兽便是朱燕，是混沌世界中颇具实力的存在之一，也是神秘手下10大妖兽之一。朱燕听到神秘的询问，并未立即回答，他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或者在思考着什么。神秘大人，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混沌灵气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地涌向那个方向，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体正在突破，而突破的境界正是您苦苦追求却至今没有突破的境界。你是说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体正在突破，而且是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的境界？是的，我刚才推演出来的那股力量无比浩瀚，如同波涛汹涌一般震撼人心。我在这股力量面前仿佛蝼蚁般。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吗？那是道境的最高境界，就连祖神都未能达到的境界。难道真的有一个生命体能够突破这个境界？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感受到了那个生命体的强大气息，它仿佛拥有无尽的生机和力量，似乎能够破碎一切束缚，超越一切界限。神秘大人，我必须提醒你，这个生命体的力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它可能比你强大得多，但你也不能放弃。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天你可能会达到那个境界。既然如此，我们便去看一看这位即将突破混元无极大罗金仙境界的生命体。如果有机会，那就……混沌珠，等我10分钟。这大道既然有一丝想抹杀我的想法，我直接将大道祭天。初夜，到底怎么回事？为何混沌灵气会如此疯狂涌去洪荒世界的那个方向？神秘大人，混沌灵气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地涌向那个方向，可能是因为有人正在突破，而突破的境界正是您苦苦追求却至今没有突破的境界。是的，我刚才推演出来的那股力量无比浩瀚，如同波涛汹涌一般震撼人心。我在这股力量面前仿佛蝼蚁一般。混元太极大罗金仙，那是道境的最高境界，就连祖神都未能达到的境界。难道真的有一个生命体能够突破这个境界？我能感受到那个生命体的强大气息，它仿佛拥有无尽的生机和力量，似乎能够破碎一切束缚，超越一切界限，恐怖如斯。既然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它的动向，了解它的意图，然后做出相应的决策。神秘大人，这个生命体的力量可能比你强大得多，但你也不能放弃。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一定也能达到那个境界。大人，我们等待您的命令。既然如此，我们便去看一看这位即将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境界的生命体。如果有机会，那就……此时林天这边就在全神贯注于提升自身实力之际，混沌珠的晋升鸿蒙灵宝也到达了关键步骤。这也是林天自从穿越到洪荒世界第一次感到危机，自己不想与大道牵扯，没想到还是无法避免与大道的纠葛。混沌珠既然带来了大道这么大的反应，有意思啊！混沌珠不愧是混沌至宝，这雷劫竟然这么恐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雷劫，更是一次洗礼，一次升华。我得赶紧修炼提升境界，赶在大道出手干预混沌珠突破前突破混元太极大罗金仙，才能保障混沌珠的顺利突破。套你猴子系统，好久不见，出来吧！套你猴子，好久不见，开始几何被修为增幅。都想突破晋级嘛，哪有那么容易？神秘大人，这恐怖的能量，我们……别废话，那位前辈正在突破，我等速速为他护法，不要让大道能量波及到他。
混元太极大罗金仙，给我突破！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这就是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吗？看样子虽然突破了，但是相比大道来说还是差太远了。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初期的境界，竟然只能感知大道的位置，连大道的境界都探查不到。混沌咒，等我10分钟。这大道既然有一丝想抹杀我的想法，我直接将大道祭天。老家伙，原来你不过就大道后期境界，真以为你无敌了吗？出来吧，不要在背后鬼鬼祟祟，对我的法宝出手，真当我是软柿子不成？